地震哦，没有啦，吓你一下哦。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哦。你觉得地震之后房价会发生什么变化？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好，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一个新闻哦，4月3号花莲大地震，这个新闻应该就不用多解释了哦。这7.2级的大地震哦，相差25年，是921到现在最大的地震啊！就很多观众有来问我说，这样对房价会不会有影响哦？那我就赶快拍一集来讲。先说结论哦，短期一定受影响，那长期不会哦。我们开始讲粉丝问的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房子倒了，那还要还房贷吗？要还哦，这个就像你手机摔坏了，然后问你分期可不可以不要继续缴一样哦。那这时候通常会发动两个东西哦，地震险跟火灾险哦。你贷款的时候，银行都会要你保这两个险啊，这都内建哦预设的哦。那这个抵押权人都是填银行，因为你跟银行办贷款嘛，所以到时候出险是会先赔给银行，那赔完银行还有剩才会把钱赔给你。那通常这个时候政府都会跟银行沟通，这是有潜力的哦。林肯大郡啊，博士的家哦，请他们去办理展延哦，让受灾户可以缓缴房贷，然后利息缴少一点。另外，政府也会有一些补贴，像是2016的美浓地震哦，你看这个政府就有补贴修缮贷款利息补贴150万，跟重建贷款利息最高补贴350万。那这些补贴的认列都是针对屋主的哦，所以你今天房子是跟人家租的，这些补贴你会拿不到。那假设你的家当哦不幸有损毁，你今天是租客，你也只能摸摸鼻子。第二个问题，未来买房子的时候要注意哪里？因为这次的地震哦是接近921等级的，所以很多本来体质不好的房子哦，现在应该都会现形了。那基本上你就是掌握一些原则哦。第一，观察大楼外观你就站在对面的马路去看哦，看整栋大楼有没有异常的歪斜或变形，就那个瓷砖有没有都掉下来这样。那第二，检查楼层状况，通常会发生问题的是1、2楼跟地下室，所以你一定要去巡一下有些的楼梯间有没有出现梁柱的变形或是45度的裂缝，斜的斜的像是这样。第三，检查屋内状况。看一下有没有墙壁发生皲裂，有人念龟裂了，那我们这边念皲裂。如果有发生皲裂在梁柱的话，你就要赶快跑像这张图也是斜的你看像这种在柱子交叉处出现了 X 型的裂缝那这个都很危险，就斜的危险就对了，然后直的还好，直的大概都油漆那如果只是门旁边的裂缝或是转角墙角转角的裂缝这就是轻微损伤，这个修修补补就好。但如果你还是会担心的话，我会在资讯栏放上2个由政府提供的检查手册，你可以对照参考。第三个问题，房价会不会受影响如果你的国中地理课有在听的话，你就知道台湾就是位于这个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这个超多 YouTuber 讲了，这个我不讲了，我先上一张图帮你回忆一下。这张图是气象署的以前气象局现在变署了嘛？白色一圈一圈的，这个就是地震带的分布图，一点一点的，就是有发生过地震的地方。所以你只要是住台湾地震就是你的宿命这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也就是说，对台湾人来说，地震就是常态那只要发生地震的地方房价就会先急动一波，就不会动了。然后过个2年以后，该涨的还是会涨起来。例如2016年的美浓地震你看然后最严重的地方是台南的新化，但是我们去看不管是美浓还是新化，房价现在还是涨起来你看这张是美浓的房价，我还特别去找2016年以前的你看价格是不是快要翻倍你看，然后这个是新化的，你看就真的就起来给你看直接就怎样翻了2倍多。所以你说房价会不会受到影响？难道我要讲说地震后看数据房价是会上涨的？这是什么干话我会说会影响到你的只有2种情况就真的倒了，或是被认列为楼。但是这种发生的几率非常的低尤其是在921以后大幅修改建筑技术法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公设大家都该交那么高的原因之一。
在2003年以后才拿到建造的房子啊，其实都是用新法规的房子。所以你如果真的很担心的话，你就可以把我们之前讲的买24年以内的房子再限缩一点哦，限缩成再买20年内的中古屋屋龄20年内的中古屋，这些都是921以后新法规新盖的房子，那你就差不多可以安心了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4月3号的花莲大地震，而我回答了粉丝最担心的3个问题。第一，房子倒了还要还房贷吗？还是要还哦？那就是地震险、火灾险优先给银行，然后政府啦，这种大型天灾，政府都会发动一些贷款利息补贴政策。但如果你是租屋的话，就几乎是自认倒霉这样。像那个大直啊，大直之前不是什么挖一挖，然后那个租客也都没赔啊，要赔是赔屋主，结果屋主根本就不住那里，对不对？来，第二，未来买房子的时候要注意哪里哦？一定要先观察大楼的外观有没有歪斜变形的状况，其实这不用你观察，这个只要发生，这大家都会传哦。那并且要检查 B1 到2楼的楼层状况哦，主要是看那个梁柱有没有发生不规则的这个龟裂情况。而屋内的话，主要就是观察门窗有没有变形，以及梁柱本身是否有产生裂缝。反正斜的裂纹如果是油漆的斜的就算了那如果是那个斜的破裂、破碎、龟裂的话，那个就是严重的，就表示它里面东西有受损X 状的斜的，不是说 X 状出现那出现都已经晚了就是斜的 X 的这一只脚或是这一只脚斜的就对了斜的就是严重的。好，那第三，房价会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是受灾当地的房价短期之内会有影响就不会有买卖，甚至可能出现下跌。但长期来说并不会受到影响，并且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就2016年发生了美浓地震，但是无论是震央的美浓还是受创最严重的新化，房价到现在都翻倍。所以最后我想问你你会不会担心地震影响房价？这是个严肃的话题就不要这么搞笑了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讲八卦就地震这种事情，大家都不想要遇到真的不想要遇到我也不想那我直接说我的看法那我以下的言论一定会引来特定族群的反感，这个我知道所以要喷就来吧，就轻一点就好我还是来分享一下。毕竟现在整个台湾住在中古屋里头的人口，就是远远大于住在新房子里面的人所以住在中古屋的人，就像我们我们都是住这个老房子那这个老房子里面的人口，我们才是大多数好，就是我认为即使是921以前盖的房子，就那些很老的中古屋，什么屋龄30年以上的这种，其实他们到现在都算是资优生了资优生。为什么？因为他撑过921你还不是住到现在撑过311大地震撑过一堆大地震他到今天其实花莲大地震你也没出事。有出事才会被新闻爆出来嘛那你家也没出事，对不对？注意我说的是没出事的那些不是说所有的老房子都是这些没出事的资优生日后我会更加优先考虑当然我也知道预售屋、新成屋它抗地震的能力一定是远远大于这些中古屋的，但架不住中古屋就是便宜CP 值就很高像我自己也遭遇了4月3号大地震那这次的地震我的房子也全部都是中古的那我也都是看过一遍了就真的都没事那我就安心了还好当初选到的都是资优生我日后还是会持续关注这些资优生中古屋，毕竟地震这种天灾又我们凡人不能控制的，那我们凡人又买不起新大楼，又必须要过生活，那你是要我怎么办政府也会分一间抗地震新房子给我所以我就只能继续看中古屋因为中古屋它就是便宜、空间大，然后它就是现在的资优生抗地震资优生，它就没倒嘛，它就没事嘛，这就是现状。所以我自己是认为我们就听天由命吧。你看这次地震其实真的往生在房子里面的人少之又少那我相信你有看到那个救猫的新闻那我们这边就先不评价那我的看法是，我们就来赌命吧我们就来赌
就来赌，我们都不会是那么不幸的人。我这样讲不是我已经放弃治疗，我跟你说，是因为台湾现在住在老屋里面的人口就超过1000万人嘛，就说不定超过1500万人呢，那药就一起了以几率来说，我不应该那么惨才对就全台湾就我一个人出事，这种几率，这个我买乐透都不会中了，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会中因为地震出事情被房子压住连我都会出事情了，那全台湾就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一起出事情，那这个就是纯纯的天灾了那我们凡人想抵抗也没有用，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所以你买不起新房子没关系你以后就这样想，就是至少还有我陪你啊，对不对买房阿元陪你一起住老房子到时候出事被压那我也认了，你也认了，大家一起认这就是生命无常，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台湾就是地震之岛，台湾屋龄大于20年的房子超过50%，你自己看看，这不是几十万户呢，这是要100万户了呢这就是我们地震之岛子民们的宿命这样讲会不会太严肃反正我就是这样想的跟你分享。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置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有景观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面中庭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低楼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
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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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